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据相关公开动态显示，在完成工作后，他并没有马上投入下一轮密集行程，而是重新回到了沙溪。距离他结束相关拍摄仅仅过去几天，这一次的重返显得格外安静，没有大型宣传阵仗，也没有刻意制造话题，却依然引起了不少网友关注。为什么偏偏是沙溪？答案或许并不复杂。对于很多观众而言，沙溪早已不只是一座古镇，因为去有风的地方，这里曾经承载过许多人对慢生活的想象，而李现饰演的谢之遥也成为那段故事中非常鲜明的记忆。当演员再次走进曾经熟悉的街道，现实与角色之间自然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时间感。如果说第一次来到沙溪是为了拍戏，那么后来再次回来，更多像是一种与过去的重逢。李现曾在公开分享中表达过对沙溪的留恋，也曾提到想念谢之遥。这样的表达并不意味着演员和角色之间存在某种现实混淆，而更像是演员完成一段重要创作之后，对角色、剧组以及那段生活经历产生的自然情感。谢之遥这个角色之所以能够留下印象，并不只是因为人物设定本身，它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态度。在高速运转的城市生活之外，有人愿意停下来看看风景，有时间认真吃饭，有耐心经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也愿意在选择未来之前先听听自己的内心。所以当李现重新来到郁金桥，再次走进熟悉的环境时，观众感受到的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明星旅游，更像是一次角色记忆与现实人生的交汇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那句关于想念谢之遥的表达才会让不少观众产生共鸣。如今的娱乐内容越来越依赖高频曝光，一张精修照片，一段幕后花絮，一次热搜话题，都可能成为宣传的一部分。对于演员而言，这种节奏当然有其现实意义，但李现这次重返沙溪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感觉。没有复杂的宣传包装，也没有把一次旅行强行解释成新作品预热。正因为缺少明显的营销痕迹，反而让这次行程显得更加私人化和松弛。当然，网络上出现的零宣发话题破8亿等数据，更多反映的是相关讨论热度，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某一项官方宣传成绩。面对网络传播中的数字，保持基本的辨别意识，才不会把热度与事实混为一谈。但有一点确实值得注意，一个已经播出多年的角色，依然能够因为演员的一次回访而重新被讨论，本身就说明去有风的地方留下的情绪记忆并没有轻易消失。这或许就是所谓的角色生命力。娱乐圈最不缺的就是速度，新人不断出现，作品不断上线，演员需要保持曝光，观众的注意力也在快速转移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停下来看起来似乎是一种低效率的选择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真正能够让人长期记住的东西，往往并不是不停重复出现，而是在恰当的时候留下一个有温度的瞬间。李现再次回到沙溪，恰好让这种反差变得更加明显。他没有急着证明什么，也没有必要通过一次旅行重新塑造谢之遥，因为谢之遥已经留在观众记忆里。演员可以离开角色，角色却可能在某个地方、某条街道、某段音乐，甚至一句台词里重新出现。这也是演员与角色之间最有意思的关系。拍摄结束并不意味着故事彻底结束，有些角色会随着作品播完慢慢淡去，有些角色却会成为演员职业生涯中的特殊坐标，而谢之遥显然属于后者。李现此次重游沙溪引发讨论，表面上看是一次演员回到熟悉拍摄地的动态，再往深处看却像是一次关于快和慢的提醒。我们总是在催促自己向前，工作要快，
目标要快，成功要快，甚至连休息都希望变得高效。可是去有风的地方，真正打动人的地方，恰恰是他提醒观众，人生并不只有一种速度。谢之遥之所以让人难忘，也并不是因为他完美，而是因为这个人物身上存在一种久违的从容。他愿意面对现实，也愿意保留生活的温度。如今李现重新站在沙溪的风里，现实中的演员与曾经的角色仿佛在某一个瞬间于记忆中短暂重合。这一次没有镜头里的剧情，也没有剧本规定的台词，更没有必须完成的情绪表达。眼前的古镇依旧安静，桥边的风依旧轻轻吹过，而曾经属于谢之遥的那些场景，却可能在不经意间重新浮现在眼前。对于演员来说，杀青意味着工作暂时告一段落，但真正的告别往往没有那么简单。一个角色陪伴演员经历数月甚至更长时间，从台词、动作到情绪，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身体记忆的一部分。离开片场之后，演员当然会继续前进，但某些角色留下的痕迹却不会随着最后一句杀青立刻消失。李现再次回到沙溪，真正让人感慨的或许正是这一点。这里曾经是谢之遥生活、工作和与观众相遇的地方，也是去有风的地方，给许多人留下温柔记忆的现实坐标。当演员再次来到熟悉的街道，他面对的并不只是一个旅游目的地，更可能是一段已经结束却依然值得回望的创作经历。而想念谢之遥这样的表达，也更适合被理解为演员对角色和那段拍摄时光的留恋，而不是把现实与剧情混为一谈。我们常常认为一部作品结束以后，角色就应该停留在屏幕里，但真正优秀的角色恰恰能够突破作品本身，在观众心里留下更长久的回响。谢之遥之所以让人记住，也许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轰轰烈烈，而是因为他身上那种慢下来、认真生活、尊重选择的状态，恰好击中了很多人心里对理想生活的想象。所以当李现重新站在沙溪的风里，这一幕真正动人的地方，不是演员重新变成角色，而是现实中的人重新触碰到了曾经塑造过自己的那段经历。这也让我们重新理解杀青两个字。杀青不是把故事彻底关上，而是把故事交还给时间。作品可以结束，拍摄可以结束，角色也可以暂时离开演员的日常生活，但那些共同经历过的风景、情绪和记忆，却可能在很多年以后，因为一次回望、一座桥、一阵风，再次被唤醒。也许这就是杀青真正有趣的另一面，作品会结束，但经历留下的情感不会立刻消失。对于观众来说，我们喜欢一个角色，往往也不是因为角色永远存在，而是因为他曾经在某个阶段陪伴过我们。谢之遥带给人的那份松弛感、烟火气和生活感，或许早已不只是电视剧里的情节，而成为很多人记忆中关于慢下来的一种象征。所以李现回到沙溪的意义，也许并不需要被过度解读，没有必要把一次重游包装成新的剧情，也不必把演员与角色强行绑定。能够坦然地回到曾经奋斗过的地方，看看熟悉的风景，回想曾经投入过的角色，本身就是一种很自然也很珍贵的创作回望。感谢每一位看到这里的朋友，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频道的支持。如果你也曾因为去有风的地方喜欢上沙溪，或者直到今天依然记得谢之遥这个角色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故事。如果让你再次回到一部曾经深深触动过你的作品取景地，你最想见到的又会是哪一幕、哪一个角色？喜欢这类娱乐故事与理性分析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，也欢迎把你的想法分享给更多喜欢去有风的地方的朋友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